要說到地球上最接近地獄的地理景觀，肯定少不了被称為地獄之門的達納吉爾洼地。国家地理杂誌曾評論这裡是世界上最殘酷的地方，這裡的氣溫常年徘徊在50攝氏度以上，空氣中彌漫着硫磺的刺鼻氣味，地震引起的火山噴發和岩漿翻湧更是令人膽戰心驚。在這種殘酷極端的環境下，達納吉爾洼地幾乎寸草不生，可以說是赤地千里，沒有一絲一毫活物的氣息。就是在這樣的地獄裡，一群身影卻常年在烈日下揮汗如雨，每一天都在用生命換取一種被稱為白金的珍貴資源，那就是鹽。他們就是達納吉爾的挖鹽工。挖鹽工們的脊柱因常年彎腰而變形，肺部被鹽塵侵蝕，皮膚被烈日灼傷，而他們的付出與回報卻像這片土地一樣荒誕。一塊7公斤的鹽磚在國際市場能賣188元人民幣，他們每天至少能挖10幾塊，但挖鹽工的日薪只有可憐的14元，都不夠你的一杯奶茶錢。這裡是地球的傷口，也是人性的試煉場。他們的故事不僅關乎鹽，更關乎尊嚴和生存。埃塞俄比亞國家位於非洲的東北部，這個古老的國家在非洲之角上歷經了3000多年的歷史，被稱為非洲文明的搖籃，曾是強大的阿克蘇姆帝國的輝煌中心。然而，歷史的榮光並未為現代埃塞俄比亞帶來繁榮，相反，這個國家深陷貧困、戰亂與民族矛盾的泥潭，是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之一。埃塞俄比亞的現代史充滿了動盪與衝突。這個國家由80多個民族組成，民族矛盾與資源爭奪一直是社會不穩定的根源。近年來，提格雷衝突更是將埃塞俄比亞推向了內戰的邊緣。除了民族矛盾激化和戰爭不斷，貧窮是埃塞俄比亞的另一大頑疾。儘管近年來經濟有所增長，但仍有47%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農業是埃塞俄比亞的經濟支柱，佔 GDP 的46%。無數埃塞俄比亞的貧民每天在水深火熱的溫飽線上掙扎，只要能有一份能賺錢的工作，他們願意付出一切去勞作，只為養活自己和一家老小。和國情一樣複雜的還有埃塞俄比亞地理環境，高原、裂谷、沙漠和火山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多樣而極端的自然景觀，猶如一幅濃墨重彩卻又割裂矛盾的畫卷。達納吉爾洼地便是其中最極端的代表，它位於埃塞俄比亞東北部的阿法爾三角地帶。這片土地被3塊構造板塊撕裂，形成了活火山、硫磺泉和廣袤的鹽田。它是非洲大陸最低點，海拔低於海平面100多米。因為是最低點，在非洲人的心中，它是距離地獄最近的地方。它滿足了人們對地獄的一切想象：炎熱、乾燥、熔漿翻湧、刺鼻氣味、蒸汽彌漫。就是在這樣危險的地方，卻遍地鋪滿白金。幾千年前，達納吉爾洼地多次被紅海淹沒，每次海水退去後都會留下一層鹽層，經年累月，有些地方的鹽層厚達800米，潔白厚實的鹽層面積約有6萬平方公里，差不多有8個足球場這麼大。鹽層覆蓋着洼地，就像鍍了一層白金。放眼望去，到處都是鹽，有金子不挖就是傻子。所以即便是這樣的白金，也是支撐着阿法爾人幾千年生計的重要資源。所以鹽礦開採是埃塞俄比亞最古老的產業之一。鹽曾經還被當成貨幣使用，哪怕到了今天，現代化經濟體系已經取代了以物易物的傳統，鹽業只佔埃塞俄比亞 GDP 的 1.2%， 鹽依然是數萬家庭賴以生存的資源。特別對於居住在達納吉爾洼地附近村莊的居民來說，做挖鹽工是每個阿法爾人的宿命。可外人不知道的是，鹽既是希望，也是詛咒，是生存的依靠，也是貧窮的枷鎖。表面潔白無瑕的鹽的深處卻隱藏着裂痕與傷痛，每一塊鹽磚都凝結着挖鹽工們的汗水、淚水、血水。每天凌晨4點，當第一縷陽光還未撕破黑暗時，挖鹽工們就已經出發了。原因無他，
就是為了趕在溫度上升之前，盡快到鹽田裡多挖一些鹽。因為地獄之門的高溫可不是開玩笑的，他們走2個小時才能到鹽田。此時的氣溫是35攝氏度。是的，你沒聽錯，清晨6點的達納吉爾洼地氣溫是宜人的35度，而最炎熱的中下午，氣溫可高達50度。因為鹽田的表面覆蓋着厚厚的鹽殼，放眼望去就像白色荒漠。太陽炙烤下反射着刺眼的陽光，在太陽輻射和大地逆輻射的雙重作用下，挖鹽工們就像身處在地獄油鍋裡，身體的每一滴水分都會被蒸發。雖然鹽田裡有的是水，但都是濃度極高的鹽水，不能喝。挖鹽工們每天都要與太陽賽跑，與高溫搏鬥，就算要犧牲睡眠，連夜出發去鹽田，他們都願意。到達鹽田時，天還未亮透，挖鹽工們只能邊手持火把，邊用斧頭劈砍鹽殼，一下又一下，發出沉悶的劈砍聲，直到挖出一條大裂縫。他們反復測量着，當裂縫足夠深時，他們就往裡面插上木棍，然後有規律地撬動鹽殼。挖鹽工們這個時候會忙中取樂，唱着有節奏的歌，為了給自己加油鼓勁。給挖鹽工們一個支點，他們就能撬起一大塊鹽盤。當鹽盤從地面被剝離後，就進入下一道工序，切割成一塊塊鹽磚。挖鹽工們很有工匠精神，他們會先切割出一塊完美大小的鹽磚，之後再挖出來的每塊鹽磚都會按照這個模板鹽磚的大小進行切割，這樣每一塊鹽磚幾乎都是一樣的大小，不僅整齊美觀，能賣出好價錢，統一的規格大小也方便運輸。如此一來，挖鹽盤、切割鹽磚可是個體力活，挖鹽工們每天都需要彎腰數百上千次。隨着太陽升起，氣溫迅速攀升，鹽田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蒸籠。挖鹽工們用布料裹住頭部，試圖抵擋紫外線的直射，但汗水依然如雨般滴落，落入鹽磚後瞬間蒸發，只留下一道淡淡的鹽漬。一種是來自鹽田的鹽，一種是來自人體的鹽，兩種鹽融合到一起，每一塊鹽磚都是挖鹽工們艱苦勞作的象徵。中午時分，氣溫達到頂峰，鹽田上的熱浪扭曲了空氣，挖鹽工不得不暫停工作，躲進簡陋的遮陽棚下休息。哪怕頭頂有片瓦蔽日，但氣溫還會高達45度。這個時候，挖鹽工可以吃個午飯，他們會拿出從家裡帶來的乾糧，乾巴巴的乾糧就着處理過的鹽水吃下去。沒錯，他們連純淨水都沒有，喝的水都是帶有鹽味的，濃度就像是一杯500毫升的水裡放了5勺鹽。儘管如此，這樣的鹽水對於他們來說也是甘霖了，畢竟鹽田裡的水鹽度比海水高出10倍。吃飽後，他們會繼續休息，腦海中不停想着自己半天的成果，挖了多少塊鹽磚，換算成錢又是多少。剛剛的鹽盤太小了，等會又得去哪兒再挖塊大的。休息結束後，他們繼續投入工作，辛勤勞作一天後，每人只能挖出10幾塊完美的鹽磚，因為更多的時候，要麼撬不動只能放棄，要麼挖出來的鹽磚不成形，規格太小。挖鹽工們力氣是有，但奈何工具跟不上。都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達納吉爾洼地的鹽礦開採依然保持着數百年前的傳統方式。挖鹽工們的工具簡單到近乎原始，一把斧頭，一把鋸子，一雙手，就是他們全部的工具了。他們不仅沒有現代化的機械設備，甚至連最基本的防護裝備都沒有，沒有手套，沒有防護服，有些人甚至連鞋子都没有，没有趁手的工具，也沒有防護的裝備。挖鹽工們只能用肉體凡胎去扛，加倍的辛勤勞作，才有可能換來更多的報酬。這種狀態下，開採鹽磚的過程充滿了危險。就比如說砍鹽盤，不僅需要極大的體力，還需要極高的技巧，因為稍有不慎，斧頭一偏就會砍中自己的腳，而鹽殼的邊緣鋒利如刀，挖鹽工們的手掌和腳底經常被割傷，傷口在鹽分的侵蝕下難以愈合。每一次觸摸鹽磚，每一次行走，就像在傷口上撒鹽。
疼痛如腹股之軀深深鑽進傷口裡，又辣又痛，無法愈合，血肉模糊。不僅如此，除了高溫外，在地獄之門達納吉爾洼地謀生存，還要面臨一個恐怖的惡魔，那就是無處不在的毒氣。洼地不僅有鹽田，還有硫磺池，空氣中彌漫着硫磺的刺鼻氣味，有毒气體二氧化硫和硫化氢如影隨形。挖鹽工長期吸入這些氣體會導致呼吸系統疾病，甚至中毒。連鞋子都不一定有的挖鹽工們更沒有防護面具，只能用布料捂住口鼻。可這並不能完全阻擋毒氣的侵襲。你想喝口水緩解一下毒氣帶來的影響，不好意思，沒有純淨水，因為缺水是另一個惡魔。那些處理過的鹽水也很難完全補充身體所需的水分，說不定還會加劇脫水。許多挖鹽工因熱射病、脫水而暈倒，甚至死亡。就算運氣好沒被渴死，地理環境帶來的危險也不少。鹽田的地形複雜而危險，鹽殼表面堅硬如岩石，但下面卻隱藏着無數裂縫和空洞。上一秒挖鹽工們還在劈砍鹽殼，下一秒可能就直接掉入深達數米的裂縫中。掉入裂縫不僅可能導致骨折，還可能被锋利的鹽殼邊緣割傷。此外，鹽田中還存在流沙區，這些區域表面看起來與普通鹽田無異，但下面卻是鬆軟的沙土，一旦陷入流沙就很難脫身，甚至可能被活埋。而且達納吉爾洼地不僅是自然的險地，也是人為的戰場。這裡是埃塞俄比亞最不穩定的地區之一，民族矛盾與資源爭奪使挖鹽工們的生活更加危險。阿法爾部落對鹽田的壟斷引發了與其他族群的衝突，鹽道經常被武裝分子切斷，挖鹽工們在工作或運輸過程中可能遭遇搶劫甚至暴力襲擊，一不小心可能連命都丟了。死在鹽田的挖鹽工數不勝數。45歲的挖鹽工穆薩，家中世代都以挖鹽為生，他13歲就跟着父親到鹽田勞作，父親教會他挖鹽工的一切。他20歲時，父親因勞累去世，彼時的他剛成家。等到穆薩的兒子剛滿13歲時，他也帶着兒子到鹽田工作。還沒等穆薩像他父親一樣教會自己的兒子生存技能，兒子就在一次採鹽過程中因中暑身亡。穆薩用鹽磚為兒子搭建了一座臨時墳墓，就埋在鹽田邊緣。每天工作結束後，他都會在墳墓前坐一會兒，默默抽一支煙。類似的故事在鹽田裡有很多，挖鹽工的宿命就是這樣。每一塊鹽磚都見證着他們逐漸失去親人和好友。經過前面的講述，即使你沒去過達納吉爾洼地，沒實際見過挖鹽工們，你也不難想象他們會是什麼樣子。他們衣衫襤褸，身材消瘦，皮膚黢黑，蓬頭垢面，雙眼渾濁，嘴唇乾燥起皮，手上腳上身上遍布着細碎的難以愈合的傷口，走起路來彎腰駝背，脊柱側彎。他們時不時捂着疼痛的胸口咳嗽着，這些都是職業病帶給他們的。歷經磨難的挖鹽工們就算沒有死在鹽田裡，也會因為長年累月的職業病早逝。有數據顯示，挖鹽工們的平均壽命只有52歲，遠低於埃塞俄比亞的平均水平。他們的身體被鹽田吞噬，他們的生命被高溫蒸發，常年彎腰劈砍鹽殼，使他們的脊柱嚴重變形，腰椎間盤突出，肌肉損傷成為普遍的職業病。鹽塵的侵蝕使他們的肺部充滿了鹽分，呼吸變得困難，咳嗽不止。皮膚被烈日灼傷，傷口在鹽分的侵蝕下難以愈合。雙眼長期暴露在強光和高溫下，對視力造成損害，更別說極端的工作環境導致的心理壓力、焦慮甚至抑鬱。然而，他們別無選擇。在達納吉爾洼地，鹽礦開採就是唯一的生計來源。那挖鹽工們辛苦挖出來的鹽磚會流向哪裡？他們從中又能獲利多少？能彌補他們犧牲的健康和生命嗎？每天在達納吉爾洼地挖鹽的鹽會正式挖鹽工有700多名，他們每日的勞動成果都會交給專門負責運輸的駱駝商隊。駝隊通常由數十頭駱駝組成，
一匹骆駝可以負重140斤，約20塊鹽磚的重量。骆駝馱着鹽磚，晃晃悠悠地走遠，脖子下掛着的駝鈴也叮叮當當地遠去。挖鹽工眼含期待地望去，希望這批鹽磚能賣個好價錢，這樣說不定這個月工會會多分他們一些錢。駝隊要馱着鹽磚運往距離鹽田數百公里外的貝拉赫勒小鎮，這是鹽業貿易的重要中轉站。駝隊的旅程通常需要4天。駝隊需要穿越一片被稱為死亡之地的沙漠，這段旅程充滿了危險，高溫、缺水、流沙是家常便飯。更可怕的是，還會遇到武裝分子的襲擊，這些都會使駝隊陷入絕境。但駝隊的步伐不會停歇，一批又一批絡繹不絕地趕往貝拉赫勒鎮，每天都有5000多塊鹽磚到達貝拉赫勒鎮。駝隊會將鹽磚交給當地的部落鹽商，這些鹽商通常是阿法爾部落的成員，他們壟斷了達納吉爾洼地的鹽業貿易。部落鹽商們會在貝拉赫勒鎮的鹽市上出售鹽磚，價格通常比給挖鹽工的收購價高出數倍。就比如每塊鹽磚的收購價為4比2，折合人民幣8毛錢，鹽工會賣給部落鹽商會翻5倍。部落鹽商再轉賣出去的價格會翻個10倍，全國各地的鹽商在此聚集，鹽磚也就倒來倒去，反覆轉賣，層層加價，鹽磚的最終價格可能達到收購價的數十倍。而挖鹽工們是這條貿易鏈條的最底層，錢都進了鹽工會和部落鹽商的口袋。從貝拉赫勒鎮出發，鹽磚的旅程進入了現代運輸階段。各地鹽商們會將鹽磚裝載到卡車上，運往埃塞俄比亞的其他地區。卡車的運輸速度遠遠超過駝隊，通常只需要1天時間就能將鹽磚運送到莫克萊市，這是埃塞俄比亞北部最大的城市。在莫克萊市，鹽磚會被進一步分銷到全國各地的市場，一些鹽磚會被運往首都亞的斯亞貝巴，也是全國最大的消費市場。挖鹽工們手工開採的鹽磚，經過簡單的粉碎和包裝，就被加工成食用鹽，成為家庭廚房中的普通食鹽。埃塞俄比亞傳統主食英吉拉是一種發酵麵餅，在制作的過程中，鹽的作用至關重要。在埃塞俄比亞的農村地區，鹽磚被粉碎後添加到動物飼料中，可為牲畜提供必需的礦物質。除了食用鹽，達納基爾鹽磚還被用於工業生產，鹽是許多化工產品的基礎原料，例如氯鹼工業中的氯氣和氫氧化鈉。在埃塞俄比亞，部分鹽磚被運往当地的化工廠，用於生產肥皂、清潔劑和其他日用品。此外，鹽還會用於水處理、道路除冰和畜牧業。然而，這些鹽磚的旅程並未止步於埃塞俄比亞。鹽磚還會被運往鄰國肯尼亞邊境，進入東非市場。在肯尼亞，鹽磚會被重新精心包裝，貼上天然鹽或手工鹽的標籤，然後運往歐洲、北美和中東的高端市場，賦予非洲火山鹽、火山粉鹽等浪漫化的名稱。一些國際品牌將達納基爾的鹽磚制成高檔護膚品、排毒浴鹽甚至裝飾品。這些產品打着天然手工的噱頭，很容易就抓住了追求健康天然生活方式的有錢人。達納基爾鹽磚的購買者涵蓋了從農民到富豪的各個階層，不管在哪個階層、哪個國家流轉，它的售價都會比收購價的高數十到數百倍。按人民幣的匯率來說，一塊在挖鹽工手中只值8毛錢的鹽磚，在歐洲超市的貨架上可以賣到188元。中間商和國際市場卻從中獲得了巨額利潤。雖然中間商在運輸、加工、包裝、宣傳環節的確花了成本，但與用健康和生命挖鹽的工人得到的利益相比，存在嚴重失調的利益分配。這種巨大的價格差異反映了達納基爾鹽業的不平等與剝削，挖鹽工們的勞動被嚴重低估。然而，更大的危機正在逼近。隨着交通和技術的發展，這個千年未變的古老產業正面臨現代化的強烈衝擊。挖鹽工們不僅收益微薄，如今還要面臨失業的威脅。達納基爾洼地的鹽業
千百年來一直依賴驼队的運輸。駝隊的鈴聲曾是這片荒原上唯一的旋律，承載着挖岩工們的希望與生計。然而，隨着一條嶄新的柏油公路橫穿達納吉爾洼地，駝隊的命運正悄然改變。這條公路連接了埃塞俄比亞北部的高原城市莫克萊與達納吉爾洼地的鹽田，將原本需要4天駝隊跋涉的旅程縮短至短短4小時。卡車的轟鳴聲取代了悠揚的駝鈴，鹽磚的運輸效率大幅提升。對於依賴駝隊為生的駝夫來說，這條公路卻是一場災難。51歲的阿卜杜從15歲開始就成為駱駝牧民，他加入了駝隊，運了大半輩子的鹽磚。阿卜杜年紀大了之後，身體也不好，於是他決定退休，將家裡的幾頭駱駝交給兒子，希望兒子能夠接他的班。但新公路修好之後，交通便利，一輛大卡車4個小時就能完成駝隊4天的工作量。於是兒子剛繼承父親的事業，就很快失業了。阿卜杜只能忍痛將駱駝賣掉，換取一些金錢，希望幫兒子找到另一份工作。和阿卜杜有同樣遭遇的駝夫不少，卡車可以承載更多的鹽磚，運輸成本更低，速度更快，鹽商們紛紛轉向公路運輸。駝隊的生意一落千丈，失業已成定局，許多駝夫不得不賣掉駱駝，轉行從事其他工作。但在這片荒涼的土地上，其他工作機會寥寥無幾。想致富，先修路。交通便利後，對挖鹽工來說應該是好事吧？這樣他們挖出來的鹽磚能夠盡快賣出去。可事實卻不然。近年來，隨着鹽田、貝拉赫勒鎮和莫克萊之間的公路增加，一些埃塞俄比亞公司或者外資企業打算到達納吉爾洼地開拓鹽業。他們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機械化設備，這些設備可以快速、高效地開採鹽磚，不僅節省人力，還能提高產量。對於挖鹽工來說，機械化採鹽既是機遇，也是威脅。一方面，機械化採鹽可以減少他們的體力勞動，降低健康風險；另一方面，機械化採鹽也意味着大量挖鹽工將失去工作。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鹽礦開採是唯一的生計來源，失業意味着將面臨生存的危機。部分年輕挖鹽工對新事物接受程度很高，他們願意學習機械設備挖鹽技術，而大部分中年挖鹽工因其老舊思想和被透支的身體，很難去學習機械操作，他們只能眼睜睜地看着自己失業。挖鹽工穆薩的故事正是這一危機的縮影。穆薩今年45歲，已經在鹽田上工作了30年。他的脊柱因常年彎腰而變形，肺部被鹽塵侵蝕。隨着機械化採鹽設備的引入，穆薩的工作變得岌岌可危。他聽說，一台採鹽機可以替代50名挖鹽工的工作，病弱無力的他有很大可能成為被淘汰的一員。就這樣，失業的陰影籠罩着達納吉爾洼地的每一個挖鹽工家庭。他們將失去收入來源，無法養活家人，也無法支付最基本的醫療費用。在貝拉赫勒鎮，失業的挖鹽工們聚集在岩石上，尋找臨時工作。然而，工作機會寥寥無幾，競爭異常激烈。一些挖鹽工不得不離開家鄉，前往城市尋找工作，但他們的技能在城市中毫無用處，許多人最終淪為街頭乞丐。現代化的衝擊不僅改變了達納吉爾洼地鹽業的格局，也引發了傳統與現代化的激烈衝突。前面提到的阿法爾部落是達納吉爾洼地鹽業的鹽業壟斷者，他們依靠駝隊和手工採鹽維持生計。然而，隨着公路的修建和機械化採鹽的引入，他們的壟斷地位受到了挑戰。2021年，一家外資企業試圖在達納吉爾洼地建立機械化採鹽場，引發了阿法爾部落的強烈反對。其中某個部落的長老們認為，機械化採鹽不僅會奪走他們的生計，還會破壞他們的傳統文化，所以他們派出一些小混混，3天2頭跑去找企業的茬，不是挑釁打人，就是偷摸進去破壞機械設備。企業不堪其擾，也求告無門，沒過多久就撤銷了工廠。
然而，這種抵抗只是暫時的。隨着現代化的推進，傳統鹽業的生存空間將越來越小，駝隊的鈴聲終將消失，挖鹽工的身影也將逐漸消失在這片荒涼的土地上。在現代化浪潮的衝擊下，達納吉爾洼地的挖鹽工們正站在命運的十字路口，他們的勞動被嚴重低估，他們的健康被無情消耗，而現在他們的未來卻充滿了不確定性。要保障挖鹽工的權益，首先需要将他們從全球化鏈條的邊緣推向中心。政府和民間組織可以介入，建立公平的貿易機制，例如通過合作社的形式，讓挖鹽工們直接參與鹽磚的銷售，減少中間環節的剝削，同時引入公平貿易認證，確保挖鹽工們獲得合理的報酬，同時可以提供免費的醫療保障，定期為挖鹽工們進行健康檢查，並提供必要的治療。此外，職業培訓也是關鍵。通過培訓，挖鹽工們可以學習新的技能，例如駕駛卡車或操作機械設備，為未來的轉型做好準備。可以嘗試引入簡單的機械設備，例如小型鹽磚切割機，以提高生產效率。這不僅可以減少體力勞動，還能增加收入。以鹽業貿易為生的部落商會，他們更有實力進行轉型。除了白金之外，達納吉爾洼地還有其他寶物，其獨特地貌和文化遺產具有巨大的旅遊潛力。這裡不僅是地球上最熱的地方之一，還擁有活火山、硫磺泉和廣袤的鹽田。這些自然奇觀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探險者和旅遊者。部落商會可以協同政府投資建設旅遊基礎設施，例如酒店、觀景台和遊客中心，同時培訓當地居民成為導遊或旅遊服務人員，帶領遊客親身體驗鹽磚開採、駝隊運輸等傳統活動。如此一來，發展多元產業也能增加收入，降低對鹽業的過度依賴。當最後一縷夕陽沉入達納吉爾洼地的地平線，駱駝們在沙漠中不知疲倦地行走，它們的影子優雅地投射在地面上，脖子上的駝鈴也一搖一晃，駝鈴叮當聲隨着暖暖的晚風飄向遠方。鹽田上只剩下挖鹽工們疲憊的身影，他們的斧頭在暮色中閃爍着微弱的光，每一塊鹽磚都凝結着他們的汗水與淚水，每一粒鹽都凝結着人類的苦難與貪婪，每一滴鮮血都蒸發在這片被稱為地獄之門的土地上。這裡是地球的傷口，也是人類生存意志的見證。不久的將來，這些勤勞的身影可能會消失在歷史長河中，機器的轟鳴將取代悠揚的駝鈴。在全球化經濟的大潮下，達納吉爾挖鹽工的命運呈現出一個普遍的困境。技術進步往往以犧牲最弱勢群體為代價。當夜幕降臨，達納吉爾洼地的星空格外明亮。在這片被稱為地獄之門的土地上，挖鹽工們的故事告訴我們，人類的尊嚴不因環境惡劣而貶值，最卑微的生存往往書寫着最壯烈的史詩。這不僅是一個關於鹽的故事，更是一個關於全球貿易鏈條中被忽視者的警示。如同達納吉爾的鹽磚一樣，他們的故事值得被珍視，他們的命運值得被關注。像達納吉爾洼地挖鹽工這樣幹最危險的活、拿最少的錢的底層工種不少。你還知道哪些？該如何他们在不失業的情況下讓他們擁抱現代化進程？你還有什麼辦法？歡迎你在評論區說出你的觀點，我們一起討論討論。長視頻制作不易，如果您還喜歡本期內容，歡迎訂閱、點讚、轉發，我們下一個視頻會更精彩。